法国国家宪兵干预队 GI Jin 是一支相当著名、战绩相当突出的反恐特种部队。这支部队于1994年圣诞节期间，曾在法国马赛市电视台的直播过程中，干脆利落地解决了法航8969号航班上的所有劫持者。这使得 GI Jin 在当时一度赢得了和 SAS 齐名的声誉。但事实上 ，GI Jin 被正式命名前就已经打出了一次相当漂亮的反劫持行动，这便是发生在1976年的吉布提校车事件。2019年1月，这段故事被改编为电影《干预》，该事件也就此为人们所熟知。大家好，我是大胖兵，今天咱们来聊聊吉布提校车劫持事件。1976年的法属索马里是法国的最后一块殖民地，当时非洲独立浪潮风起云涌，而这里也酝酿着独立的暗流。但是法国为了保住这块至关重要的海外殖民地，进而维系法国在印度洋的映射能力，依然尝试使用军事力量镇压反抗军。这也让法军和当地民众的关系非常紧张。为了避免自己的家人遭遇危险，法军的家属无论老幼妇孺，基本上都是居住在军事基地内。可是基地内并没有学校，所以孩子们每天早上还是要出去上学。上下学的过程则有校车专门接送。为了避免风险，甚至就连校车司机都不聘用当地人，而是由法国人担任。这一年的2月3日，校车一如往常接孩子们去上学。可是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一次偏偏有人劫持了校车。劫持者共有5人，4名在车上控制人质，另1人则在外围活动。他们逼迫司机将校车开往索马里边境。这伙劫匪的目的非常明显，就是将孩子们劫持到索马里，进而逼迫法国放弃对法属索马里的占领。车上1名男孩的父亲目睹了劫持案的发生，很快报警。所以在即将离开市区前，法军开始追击校车。与此同时，边境也做好了准备。在校车即将抵达索马里边境时，被阻车器扎破了轮胎，就此被迫停在法军和索马里军队检查站中间的地带。当时车上共有32名人质，其中包括30名孩子、1名校车司机以及1名社会福利人员。或许是担心作为成年男性的司机反抗，所以劫持者很快就释放了校车司机。随后他们向法国方面提出要求，希望能够进入索马里境内。此时的情况对于法国而言非常糟糕。根据法国情报部门的线索，这一次劫持行动极有可能得到了索马里政府的支持，这也意味着索马里军队随时可能军事介入，阻碍法军的营救行动。校车恰恰就停在了索马里边境哨所附近，哨所位于校车的正东面，但是威胁可能不仅仅来自于哨所。校车的东北方向则是索马里境内的丛林，这里的视野很不好，索马里军队也有可能从这里展开行动。校车则位于一片开阔地，没有任何掩护，难以隐蔽接近。校车西面是法军的基地，但是仅有西北角150米处有一个存在遮挡的坡地。校车本身则是普通的巴士，没有窗帘，透视效果不错，这算是唯一的好消息。但是还有一个非常糟糕的坏消息，那就是留给法军的时间并不多。事件发生在2月，是南半球普遍意义上的冬天，但是法属索马里却位于赤道附近，这里是热带沙漠气候，全天白昼温度较高，最近几天的平均气温更是达到30度上下。巴士虽然不被阳光直射，但却是封闭空间，内部不通风，人有很多，一样非常炎热，人质又大多是孩子，他们撑不了太久。既然无法满足对方的要求，就只能迅速展开武力营救。此时车上的劫持者已经提出了自己的要求，如果36小时后不给予法属索马里独立，那么劫持者就要开枪杀人。为了稳定劫持者的情绪，法国一面和劫持者进行谈判，一面派出宪兵队准备武力解决事件。受领这一任务的就是 GI Jin 的创始人克里斯蒂昂·布鲁托中尉，他将会率领9名队员执行这一任务。布鲁托在法国国防部接受任务时得知，索马里军队可能会介入事件，为此法国政府还命令当地驻扎的外籍兵团派出2支部队作为支援，一个伞兵连，还有部分装甲兵部队。布鲁托的队伍则在4日0点45分出发，小队乘坐一架 DC-8运输机飞往法属索马里。在抵达现场后，布鲁托进行实地勘察，其认为四周过于开阔，因此很难进行突击营救，唯一的营救方式恐怕就是狙击。但是在进一步侦查后，他又发现了除了车上的4个劫持者之外，外围还有1名劫持者，这就要求狙击手在射杀车上4人的同时，还必须解决外围的1人，行动难度陡然增加。但是车上的孩子们等不了太久，布鲁托最终还是决定实施狙击计划。
与此同时，法国外籍兵团的第2伞兵团2连以及第13联合装甲战斗旅的部分力量也已经部署到位。伞兵们负责营救巴士内的孩子们，装甲兵则负责在外围建立封锁线，以及打击可能支援劫持者的索马里军队。布鲁托则根据现场的地形，将自己的8名队员分成了3个狙击小组，他们将会呈三角形被部署在校车西北处的隐蔽坡地，伞兵连则位于他们身后80米的位置，随时准备支援。这次行动，布鲁托将会承受最大的压力，这不仅是因为他是行动的发起人，另一方面，算上他一共是9名队员，他们是按照狙杀4个人的配比组成的小队，9个人刨去布鲁托，正好是2个狙击手面对1位劫匪，但是加上外围的劫匪之后，人手就不够用了。布鲁托不得不单独负责其中1名劫匪，这就使得他根本不存在容错空间。狙击小组在拂晓前进入预定位置，随后就只能等待了。他们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才能开火。天亮后，劫匪并未注意到狙击手的存在，而狙击手也不得不顶着烈日继续保持潜伏，这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因为从法国直接飞往非洲的过程中，他们需要听取任务简报，根本没有时间休息。抵达非洲后，又要进行抵近侦察，随后便是讨论行动方案。确定行动方案后，就是直接进入预设位置。这中间几乎一直在连轴转，一晚上根本没有时间休息。而在天亮之后，他们还必须保持精神紧绷，因为机会随时都有可能出现。这对于队员们的精神状态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然而，这些棒小伙是全法国最具战斗力的钢铁战士，他们全程都保持了良好的作战能力。为了让他们保持最佳状态，布鲁托允许队员临时休息调整，但是必须确保有1名狙击手紧盯敌人。至于布鲁托自己，他还不能休息。除了身体上的疲惫之外， GIGN 队员们还有一个敌人，这个敌人就是人质本身。因为人质们都是孩子，一旦枪响，他们很有可能会受到惊吓。乱叫都算是好的，乱跑才是最为致命的，因为这很有可能会导致误伤。所以法国一直在争取劫匪允许他们给孩子送饭，这一点相当关键，因为他们可以在食物中下药，至少保证孩子们睡着，减少人质活动对狙击行动造成的影响。最好的情况是让劫匪也睡着。2月4日下午14点，劫匪终于允许法方给孩子们送饭，孩子们很快就瘫倒在车座上。因为儿童的身高本身就非常有限，对窗口的遮挡也很小，吃了镇定剂后又直接瘫倒，所以他们对窗户的遮挡几乎为零。此时巴士的大部分窗户都已经暴露，毫无疑问，这就是最适合狙击手行动的时刻。只可惜劫匪非常警惕，他们并没有食用法国人提供的食物。当下药完毕后，也意味着行动应当迅速展开。毕竟劫匪只是坏，他们不是傻。孩子们都晕倒了，任何人都能看出来有问题。因此下午15点47分，在所有孩子都晕倒后，各狙击组就锁定了目标，只等队长一声令下。随着一阵枪声， GIGN 人同时击毙5名劫匪，危机暂时解除。但是就在这时，索马里的边防哨兵立刻开始向校车开火。不仅如此，因为狙击手暴露了位置，他们也立刻遭到了索马里军队的火力压制。同时，索马里军队也立刻派兵试图继续挟持人质。与此同时，藏在山坡背后的伞兵连立刻行动，3个分队前出，2个分队前往边境建立防线，1个分队直接营救学生，开始接近巴士。装甲兵部队也开始炮击索马里哨所， GIGN 则持续狙击掩护。此次行动中，法军无一伤亡，索马里军队被击毙20人，行动就此结束。行动本身是很出色的，几乎可以被视为教科书级别的营救。而法属索马里后来也确实独立，只不过并未加入索马里，而是成为了吉布提。劫匪则是为了逼迫法军退出法属索马里，因此采取了这一极端行动。可是这种行为本身，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从国际法角度而言，都是不可接受的，也遭到了全世界的反对。但是有意思的是，法国始终未将其这次事件列为恐怖主义范畴，或许也是考虑到了自身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劫持事件确实造成了谁也不愿意接受的悲剧结局，这是每一个善良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。好了，故事就到这儿了，我是大胖兵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